夫君，夫人也是不甘心，想出口恶气。你别生气。你闭嘴！这事儿要不是你，也不能闹这么大。夫人是去找茬打架、撒泼耍横，你呢？你起轰架秧子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憋回去。终于逃过一劫，夫人，对不起了。夫君没必要跟小孩子撒气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丢了咱们侯府的人。夫人，这几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你心里堵得慌，想找个人撒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你就算是把云家拆了、烧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该发生的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你心里就痛快了吗？夫君，夫人小产，只要身体不大碍、健健康康的，咱们再想要孩子，随时都能有。就算是你想要生个粗剧队，咱们都能行。可是你要是真是心里落下病了，这可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得好的。夫君的话雪也明白，刚刚在云家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这几日确实走火入魔。只要夫君不弃，雪影一定再接再厉，替王家传后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还能嫌弃你？这怎么跟哪儿还学会表忠心了？夫人啊，只要咱们心态好，以后孩子咱们想要就还能有啊。哎呀，还流点眼泪。咱以后不提这事儿。官人，您看怎么样？5步一阁，10步一楼，廊腰漫回，高檐雅琢，不错，不错呀！您看了一上午了，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？司马迁史记中曰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哎，官人，司马迁又曰：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官人，您说了半天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太贵了，便宜点。走，120过去，快走！切！嘿，哼！切！哎呀，王兄，别再犹豫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没犹豫啊，我根本就没兴趣。不是，那这半天你问东问西的？好奇啊。既然王兄对宅子不感兴趣，钱银可感兴趣？钱我当然感兴趣了，不过买宅子是花钱，又不赚钱。哎，王兄有所不知，这几年大唐国力日增，各地客商那是络绎不绝，奇珍异宝也是汇聚长安。玩的人多了，花销就上去了，花销上去了 GDP 就上去了，是不是 ？GDP 不知道吧？你个村炮，村炮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那你接着说吧。花销上去了以后呢，地价就跟着往上涨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唐也有房地产泡沫，是吧？这个，哎，
这个房地产泡沫你懂吗？泡沫呢，就是说，房价涨得越高，就越有一群傻叉追着要买，你说怪吧？正是如此，东市西市的房子已经卖到将近6000贯一尺了。哦，往北的2条街，由于能看到王宫，那房价也是蹭蹭的往上涨。就连长安城南边的地界，由于靠近宣武门，又是将军得胜回朝的必经之路，那也是今非昔比呀。那要这么算的话，好像比2环的房子还贵啊。不过房地产的泡沫终归是泡沫，它终归是要破灭的。大唐呢又没学会像后世那种卖地皮赚钱，这招可不要脸，我跟你说。所以啊，这个追涨必套。子豪兄眼光犀利，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还有其二？正是。大明宫要扩建，这个消息你听说了吗？按照历史书上来说的话，应该可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要扩建。大明宫扩建，那周边的道路、房子都要变动，带动一片繁华。哦，这翠聚阁毗邻大明宫，王兄聪明人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通车加 CBD 覆盖，总的规划就放在这儿了。以后怎么样，反正应该是会看涨的，是不是 ？CBD 啊，不解释，你就说我说的这个意思对不对？基本正确。那也没兴趣。既然王兄实在是兴致寥寥，那在下也不做劝说了。告辞。崔先就走吧，多坐一会儿嘛。那我就多坐一会儿。这个大明宫要扩建的消息啊，其实我也是今天才听说。王兄为何消息如此灵通啊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打架，不骂人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哎，崔兄啊，那要是拆迁的话，那些民宅拆了之后可怎么办？作价陪葬。哦。那崔兄买的那些宅子，是不是也在这陪葬之列啊？不在此列。哎呦，真的不在此列。不过请王兄放心，隔壁的宅子在1000之列。哎，有拆迁的事你不早说，给我扯什么 CBD 啊？走，看房子去。哦，这就是要拆迁的那条街啊。这好像没什么人啊。80%是搬的差不多了。哦，可能是。子豪兄要找什么样的房子啊？不看装修，不看朝向，就看大小。一会儿咱们俩分头找一间最大最破。这是为何？房子破好跟屋主砍价，房子大好跟政府要钱啊。子豪兄深谋远虑，在下佩服。走，还跟我客气。崔兄果然好眼光，真是又大又破啊！好房子。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二位有事吗？哦，你是房东？是的。我想问，你这宅子出不出售啊？你开个价吧。二位官人，看你二位衣着不俗，想是大户人家，怎么会看上我这所房子？我就喜欢忆苦思甜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开价啊！1万贯。你抢钱啊？这么贵？二位难道不是为了迁移而来？真的，上官大人的儿子的小妾跟刘大人家丁的二舅跑了。是啊，我也是刚刚听孙夫人说的。我还听说啊，工部的李大人在外面养了外宅，被他老婆发现了。李大人的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啊。是啊，所以李大人，然后呢？哎呀，二位夫人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夫君回来了啊？这没聊什么，就是拉拉家常。哎，夫君，你整日不见人影，都在忙什么呢？我也学夫人做生意赚钱，去了趟通顺大街，买了处房产。通顺大街，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大明宫现在要扩建了，通顺大街要拆迁。
夫君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？明知道要拆迁，为什么要在那里买房子啊？这你不懂，这是学问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得去兰陵公主那边听听朝廷有什么新政策。然后呢，李大人接着说，下面呢？李大人，没下面了。笑死我了！殿下，王兄王小侯爷来见，请。夫君，兰兰，夫君，快尝尝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饼干酥。还真酥啊！好吃好吃。你穿那么喜庆干嘛？嫁人啊？夫君来的真是不巧，本宫刚要进宫一趟，皇兄说许久不见我，特地差人找我进宫去谈谈闲话。夫君要不在此稍等片刻啊？不等了，不等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。再顺带问一下，朝廷打算什么时候具体怎么迁移到通顺大街啊？迁移到通顺大街，根本没这回事啊！啊？不可能吧？这都是那些无良商人为了把房子卖出高价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。夫君不是连这也信了吧？何止是信了？哎呀，我先走了。我再跟你讲讲东市王屠夫的故事。我再也不想听没有下面的故事了，我都要吐了。哎，你这孩子懂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女人聊这些才有意思嘛。哎，夫君怎么了？刚刚出去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今天我算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就算在大唐，也不能听信小道消息，也不能老想着捡漏。就算在大唐，卖房子的也不靠谱。是不是通顺大街那边出问题了？投资失利，中了圈套。虽然损失没多少，但是心里很不爽。那就行了，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。就是的，夫君，有我跟夫人给你宽心呢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。我这回到家倒是宽了点心了。那当然，在家有我和二女伺候你呢。有夫人伺候我吃，伺候我喝，还伺候我。哎，夫人，把老四叫来吧。夫君，哎，不是，别想歪了，是正事儿。